去，不要太在意，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。哦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。哦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。哦，只要有你一同经历。哦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我的幸运。哦，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。哦，我觉得爱可能是，当你看不见他的时候，你就会想他，想他在做什么，跟谁在一起。我觉得是种惦记吧。没有，每天要见太多人，忙太多事情了。还有吗？还有，你总会，比如说，他不在你身边，你会想起跟他的很多点点滴滴，一些你们一起共同发生的故事。也没有，每天脑子里太多事儿了。那你总会因为某些场景会想到他吧？比如说，听一首歌，喝一杯很好喝的东西，或者吃个甜品，总有很多记忆点可以让你联想到他。总之，他高兴的时候你就高兴，他如果生病了，你也会心疼。他生病了，我不一定有多心疼，但是我会带他去医院。他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会给他买。他如果过生日，我会给他送礼物，为他开 party。他弟弟如果没有工作呢，我会帮着解决。他妈妈如果生病了，我就会去找最好的医生。11呀，咱俩都不是学生了。如果生活里面什么事情都想着那么务虚的话，生活会很不好过的。咱俩都不小了，该50了。就像我呀，我就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能给我想要的，我也能给他想要的。我们俩想要的生活是同一种，就够了。那你呢？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是什么？觉得至少是个简单、真实的人，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吧，让我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好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
哎，老板，干嘛呀？你今天刮坏的那个衣服，你要不给我看看呗？哦，那个坏了我也能穿啊，你们就别想了，让我留着下崽儿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替你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补起来。你还会这个呢？那是，不就是补个衣服吗？哪儿来的针线啊？都是我自己带的呀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啊。老板，你夸我呢，你真是难得夸我一次。其实，我觉得吧啊，像我这样的小姑娘其实很难得啦。你说我呢，不仅挺好看的吧，而且我还挺能干的。我除了会做针线活以外，我呢还会打毛线、织毛衣，一家老小冬天穿的毛衣、毛裤，还有毛袜子，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亲手打的。别说你这年纪轻轻的还挺内秀，还真挺符合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谢谢老板。哎呀，我得谢谢你啊。好，你看看。这么快啊？对，真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，在哪儿？行，你这个给我真是省大钱了，不用去给人缝了。我厉害吧？厉害！那个老板，啊，我呢除了会做针线活、打毛线以外，我还会其他厉害东西。还会别的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最厉害的吧，就是我会做沙发。这个暂时先放一放，暂时还用不上。我还会纳鞋底儿，我会做布鞋呢。这个怎么样？哎，这可以。我呢40半的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老板，你这个脚还挺小的，不过正好省布料嘛。我呢，明天就去布料市场呢，去给你找一点好材料。到时候就给你做一双布鞋给你穿。布鞋是不是有点磨脚啊？不会，怎么会不好穿？你要是嫌弃布鞋不洋气，那你就在家穿；你要是嫌它不防滑，不耐磨，我就给你加一个橡胶的底儿，怎么样？行。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啊，那老板你早点休息啊。谢谢，辛苦了。行啊，早点回去。早点回去。怎么了？那个什么，我刚刚下去一看，发现店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大师傅还有小黑他们都提前走了，他们都没告诉我。而且现在这个点儿吧，那个公交车、地铁全都没了，我一个人回去害怕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，你在我大表姐那屋住吧，她也不在，空着也空着，好吧？你自己去拿那个总卡，把那开开。去吧。真的？对。那你就快去吧。就在对，快楼下这个。对，快去吧。谢谢老板啊。那老板晚安。晚安。好困哦。是。电梯在哪儿呢？啊？哎，电梯在哪儿了？哦，电梯在那儿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可以。可以。待会儿。Someone like you。小点声。
兔子怪。哎，那卡呢？卡呢？卡在这儿。别瞎摸。卡在这儿。打开。把门开开。快躺下。不能喝，非得喝。哎呀，来，再拿一瓶。别干嘛呀？你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啊！拍着我，拍着我，哎呦，真真，拍着我，陪我，你先陪我，陪我，陪我，喝多了别闹了，好不好？陪我，陪我，你不许走！别闹了，不走不走，你放开我，给我松开！你管我吗？你电话响了。哎，你爸电话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我错了，我在深圳，我跟侯爵在一起。不，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呢。爸爸，对不起我。喂，叔，我是侯爵。晨晨喝多了，没事，我已经给他送到酒店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照顾好他，放心。好的。为什么？什么都说呢。为什么？来，松手。别走！啊！你不要走！不要走！抱住！好。哎呀妈呀！这点酒喝的，累死我了。
去，你个王八蛋！抽什么风啊你？你才抽风呢！那么大床你干嘛不睡？你干嘛躲到外面来？那我要是买下这酒店，你是不是要躲到地下室去啊？我好心送你回来，我是答应你爸照顾你，我还得陪你睡觉啊。哎呦，郁死我！我现在非常生气。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说我非常生气，你是不是听不见啊？那你先气着啊。你干嘛？你上哪去啊？侯爵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上哪儿去啊？回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今天回家，我就不帮你追方案了。用不着了。侯爵。侯爵。还有5天，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。在这里，我要给你们强调一下，我们主要负责的是人员安保问题。从明天开始，其他的6位股东就会陆续到达酒店，入住总统套房。他们身边都有随行的安保人员，不需要我们负责。我们主要负责的是蓝总，还有所有来宾的安保问题。我手上现在有所有来宾的名单，一会儿发给大家。剪彩开业将在酒店的花园草坪进行，之后的开业酒会将在2楼的宴会厅。从1楼大堂到2楼的宴会厅，一共有2个通道，电梯和旋转楼梯。开业当天，总共有3家餐厅、1家咖啡厅正常营业，书吧除外，因为书吧正在装修。不过开业当天就会清场。把这几家的平面图纸都拿给我，包括书吧的。好的。中学野餐啊！中学野餐啊！这是什么？塑料盘子。塑料盘子，回头这边再加个监控，负责的吧？哈，不然这个范围看不到。谁弄的？谁弄的啊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还有3天开业，还有3天开业，你给我这个东西，马上走！你这个月业绩全部给我扣光，滚蛋！走吧，去那边看看。来，吃饭了，吃完饭赶紧干活啊！来，好嘞。哎呀！哎呀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，糖糖成了吗？做坏了，分开一碗能吃。不供饭，你再慢点，省钱也不能不吃饭啊！你别噎着啊！天哥，床还有没有饭啊？慢点。那啥情况？我真的没见着。那个负责人跑了。啊？那能不能告他呀？这不骗人吗？我告什么呀？我告谁啊？啊，连公司都没告，我怎么告？我告他骗我白跑2次深圳啊！哎，是啊，不太好告。哎呀，你说你们看似挺轻松，还不如像我搞点实业，对吧？开个小饭馆，咱卖一份饭，挣一份踏实钱，钱也不打水漂。看你这个饭馆还招不招人啊？给你们刷盘子、拖拖地什么的。别，猴哥，您饶过我吧啊！我这盘子碗都挺贵的，你吃饭吧，饭管够。你这抠门样，靠你靠不住。喂。是。我随时都可以啊。好。
好了好了，谢谢啊。啥情况？叶需要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这是大表姐出手了呀！他朋友不干了，让我去给他们上课。这是来活了呀！恭喜上岗啊！要不给你加2块肉吧？你要加饭？太素了啊！大刘哥，还有蛋吗？喂，谁呀？我是。马先生，你好，坐吧。甜品的母亲委托我们处理她的后事。老人安葬完女儿之后呢，就回加拿大了。但在国内啊，睹物思人呐。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他参加一个公益活动，给贫困山区的孩子送书，路上遇到了山体滑坡，他为了救别人，自己遇难了。你能再说一遍吗？他为了救别人，遇难了。好人呐，太可惜了。这是甜敏的一部分遗物，这里面有个日记本，里面写了很多和你有关的内容。甜敏的母亲认为，还是应该由你来保管。谢谢。那个墓园在哪儿啊？小明，是我害了你，对不起，小明。
4月8日，小勇，还记得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家面馆吗？还是以前的味道，好怀念从前的日子。我们还回得去吗？4月22日，今天我等公交车的时候做了一个游戏，如果下来的人是双数，你已经良心发现，及时停手；如果是单数，那你还在执迷不悟。我好高兴是双数。4月30日，小勇，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但是明天我要去见山区里的孩子们，帮助别人，能让我内心更安宁一些，就让我来为你赎罪吧。晚上7点，老榕树见。设计师张生。你一会儿啊，去后厨问问天哥，今天那个剩多少菜？我他妈20块钱总是对不上。嗯，好，你问。不好意思，打烊了。侯爵呢？不知道。我怎么能找到侯爵？不知道。找到陈晨能找到侯爵吗？找不着。他们俩不是在一起吗？他俩没在一起。侯总，哎，来了，来，坐下。老板，可以开始烤了啊！哎呀，10串羊肉串，10串板筋，5串腰子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我今天拿什么来了？今天咱们哥俩喝点好酒。不是姐，您看你这身体也不好，别喝那么高度的酒了吧？这个跟身体好不好没关系，1年就这么一次，喝，打开，打开。生日礼物，打开看看，喜欢吗？侯总，太贵重了，不能要。36岁本命年，对不对？收下。我
真的不能要，侯总，绝对不能要。有什么要不要的？这个东西再贵重，它比得过你对公司的贡献吗？它根本什么都不算。你又不是年年过本命年，你要真是年年过本命年，我还真给不了。啊，我让你收下就收下。谢谢你。我侯志荣一生给不了你荣华富贵，谢谢。但是我能让你吃喝不愁。有14年了吧？我说你到公司来了有14年了吧？准确的说是13年零7个月，我一直记着。好，13年零7个月。你还记得你刚到公司来的时候，那会儿公司正是碰到一个大坎儿的时候，你第一天上班我就把你扣在公司，我告诉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吃喝拉撒全在公司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一直追着你骂。后来公司竞标赢了，那会儿是公司在最难的时候，总算是迈过这个坎儿了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压力太大了。你要知道，如果当时那个大项目的竞标如果不赢下来的话，公司就没了。不过还好，那次竞标咱们赢了。因为有你这个福将在，所以我们赢了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这个人第一天来公司，对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明白，但是他勤奋，能吃苦，关键是聪明。他将来一定是一个可造之才，我一定要重用他。哎呀，那次竞标赢了以后，公司也上了一个新的平台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们赢了竞标以后，我们全公司就那么几个人就跑到这儿，就坐在这儿，美美的吃了一顿。哎呀，可是从那以后就再没来过了。这还是跟原来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老板已经换了2个了。物是人非。哦，您太忙了，没空来了。我呢，有时候偷偷的抽空来坐一会儿。你还是一个挺念旧的人，挺好的。您不也一样？来，咱们哥俩碰一下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您慢点儿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好久，身体吃不消啊。现在的我啊，吃也吃不了多少，喝也喝不下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可是我这脑子啊，还是很清醒。我这脑子里啊，全是我们过去在一块打拼时候的片段，我都抹不去。
你真没说错呀，兄弟，物是人非了。哎呀，你看现在公司从几个人做到10几个人、上百个人、几百个人，规模越做越大，钱是越挣越多。可是总觉得这心里呀，空空的。以前那种氛围没有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还坐在这儿呢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也就只有你了。这么多年过来，真的能够坐下来，跟我以哥们儿相称，能够说说心里话的，也就只有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要骗我？啊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海清都跟我说了，没有合约，晨晨也没联系你，你还在夜校代课。是，我想让你有好的工作，我想让你有好的生活，我不希望因为一些我的个人原因去影响到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，影响你的人生。所以，就瞒着我替我做了这个决定。对不起啊，我怕我耽误到你。这个，你看看。哎，你哪儿来的？这不是我的设计图案吗？你确定？对啊，这里边写了一些东西，只有我能知道。这是南湾度假酒店书吧的设计方案，我看了有点眼熟，所以拿过来给你看看。方案是刺猬工厂提供的，设计师叫张生。我查过了，这是一家新公司，张生不是股东，也不是法定代表人，那应该是他拿了这个方案，可能是卖给了刺猬工厂。张生，我说最近一直找不到他呢。
在骗了我的方案。追逐远方的梦，听风吹起了想象。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央，只盼有一天不再悲伤。那里有花，带着希望奔向远方，那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信片。